同样是做硬盘，同样卖给云厂商，同样是站在这一轮 AI 狂潮风口上的明星公司，尤其是作为英伟达生态圈唯二的数据存储概念的公司，按理说他们的估值至少应该在同一张桌子上讨论，但现实是市场给了他们完全相反的命运。一家公司市净率 9.6 倍，不仅远高于同行，甚至比整个行业平均水平高出 30%， 而另一家公司呢，市净率是负 941%， 你没有听错，不是低，是负到离谱。我看到这个数据的时候和你的反应一模一样，同样的难以置信。虽然说我平时算估值很少用 PB， 但是这个差距已经不是偏差可以形容的，而是一个认知断层。更离谱的是，在这种接近951点的估值撕裂下，他们的盈利能力几乎站在同一条线， EPS 是 6.84 比 7.79，也就是说，赚钱能力并没有拉开一个决定性的差距，可华尔街却给了他们完全不同的两种身份，一个被当成有资产有底座的基础设施，另一家却被贴上账面已经被否定的周期公司。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谁被高估了，还是有一个被严重错杀了？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Ruby 投资笔记，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Ruby。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主要是解决3个问题。第一 ，AI 存储的增长空间到底有多大？在现有的股价涨幅这么大之后，还有没有增长空间？第二 ，WDC 和希捷科技究竟谁是最终的赢家？第三，美光的最新财报到底有哪些数据是真正的利好，让它的股价一天涨了 10%？ 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现在很多人聊 AI， 默认的前提都是这是一波算力为王的周期，所以大家都普遍的盯着 GPU， 盯着性能，盯着谁的算力更强，就像前段时间爆火的 CIWN、ABIS 这类新颖公司一样。但如果你真的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算力只是一个入口，数据才是最终会失控的变量。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有个名字叫 Zettabyte 时代，也就是泽字节。这张图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是从大到小排列的。那么数据存储的最高级就是泽字节，从86年的2EB 到20年的6800 EB， 全球数据量增长了3400倍，而接下来的这5年增速并没有下降，反而被再次放大，达到最高级的泽字节 ZB。根据 IDC 的最新预测，到2025年，全球每年产生的数据量会超过181 ZB， 而到了2028年，这个数字会进一步膨胀到 393.8 ZB。现在关键问题来了，这些数据到底是从哪来的？不是我们广泛讨论的社交媒体，不是我们看的短视频，而是 AI。AI 的结构决定了它本身就是一个数据吞噬器，训练端的数据不会被删除，推理端的数据会不断的累积，尤其是企业为了合规、复现以及版本控制，必须长期保存这些数据，导致很多数据的存储不是1年，而是5年、10年，甚至永久。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意味着 AI 带来的不是一次性的数据爆发，不是我们用完就丢，而是一个持续堆高、不可回收的数据底座。最近这1年尤其能说明这一点。过去1年，云端 AI 推理的相关工作负载增长大约是 40%， 与此同时，云储存消费的年增长率在 30% 左右。所以再次重申一下我的观点， AI 正在把整个数据中心的重心从算一次推向了长久存。那这些数据最终会存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站在云厂商的角度想一下，数据量是 ZB 级的，保存周期是10年级，成本必须可控，性能不是第一优先级，答案是不是只有一个？那就是 HDD 机械硬盘，也只有 HDD 能在单位容量成本上承载这种规模。SDD 固态硬盘很好，但它很贵。HBM 高带宽内存很强，但根本不可能拿来做底层存储。AI 最终一定会把数据一层一层往下沉，而最底下的那一层一定是最不可替代的。我们再来看看市场的参与者，也就是各大云厂商对于数据存储这件事情的真实看法，不然你可能又会觉得我在胡说八道。现在我们从资本开支的角度来说明这个问题。到2025年，以 AWS、微软、谷歌、甲骨文为代表的8家超级云厂商，年度资本开支合计是接近4200亿美元，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到2026年很可能达到5200亿美元。所以当我们把这些东西连起来看，就会发现一个被市场低估的事实，只要全球的数据量还在往泽字节级别爬， AI 还在不断的把数据留下来，云厂商愿意为此买单，那么这个增长空间就不是一个季度的短期故事，这是一个5到10年级别的结构性增长预期。
那听完了我们刚才分析的 AI 存储空间的未来增长空间有多大的问题，现在你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只要是做 HDD 的公司，随便买就可以涨。但结果真的是这样吗？不一定，而且大概率不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才说 HDD 这个赛道，它已经完成了一次持续20年的残酷出清，是一个高度封闭的行业。我们把时间线拉回到15年前，那时候做硬盘的公司有多少呢？你随便都能数出来一堆，日立、东芝、富士通、三星、希捷科技、西部数据，还有大量的二线厂商。但是今天呢，在2024到2025年的全球 HDD 市场，真正还能做到规模化出货、稳定交付的厂商，只剩下3家：西部数据、希捷科技，还有日本的东芝。并且根据行业统计数据，这3家公司合计占据了全球 HDD 出货量的95%以上。是不是很不可思议？那么细拆来说的话，西部数据大约是占了42%，希捷科技是40%，那么东芝只剩下18%的占比。也就是说，光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这2家就控制了全球80%以上的市场。换句话说 ，HDD 是一个80%以上的市场被2家公司掌控的行业。这已经不是正常意义上的竞争格局了，而是一种准寡头垄断格局。我们都知道，寡头垄断的行业格局对于一家公司的长期价值来说，几乎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这就意味着这家公司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市场的价格，而是真正掌握了行业的定价权。而这种定价权本身就是一种几乎不可复制的护城河，就像李来在 GLP-1 药物领域所展现出来的统治地位一样。当供给端高度集中时，竞争的核心就不再是谁卖的更便宜，而是谁更有能力控制产能、价格和资本投入的释放节奏，从而把需求转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利润。而当我们翻开 WDC 和 STX 这2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时，你就会发现这种结构性的优势并不是停留在概念层面，而是已经实实在在的体现在了经营数据里。无论是 WDC 还是希捷科技，从公司的投资者资料以及多份的行业研究报告中都可以确认一件事：数据中心的底层存储资产核心仍然是 Newline HDD， 而这正是 WDC 和 STX 最重要也最赚钱的业务。这也意味着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并不是靠前沿的技术叙事去支撑它的估值，而是依靠稳定且持续增长的需求、长期积累的高市占率以及由寡头结构带来的定价权来实现盈利。所以把我们刚才说的所有东西，行业高度集中、玩家数量长期出清、新进入者几乎为零、核心产品仍然是数据时代的基础设施，整合在一起，答案只有一个。WDC 和 STX 它们不是 AI 科技成长股，而是数据时代的硬盘水电煤。那这个时候一定会有人问一个问题：北美 AI 存储巨头 MU 呢？坦白来说，虽然他们3个被誉为存储3兄弟，但美光和他们并不是同一个赛道上的竞争。美光做的是比 HDD 更有技术难度的存储，是 AI 真正卡脖子的环节 DRAM 和 HBM 高带宽内存，它真正的对手是三星和海力士。那关于美光，尤其是大家很关心的它最新1季度的财报，到底有什么数据利好它的股价，我们稍后会讲到。那我们刚才说行业格局的时候，用的是准寡头这个词，不是我表达的不准，而是因为西部数据和希捷科技在现在还没有分出胜负，42% vs 40% 的市占率，这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对比分析 WDC 和 STX 的基本面，看看谁会是最终的巨无霸赢家。我们将从4个维度一层层的来分析这2家公司的一个基本面。先看最关键的一组数据，在2025年第2季度，全球 HDD 总出货容量已经达到了190亿字节，而且增长几乎全部来自90企业级的 HDD。更重要的是它的价格，同一季度 HDD 的平均销售价格已经上升到了202美元，不仅环比继续上涨，而且处于过去多个周期中的高位区间。这说明什么？这不是简单卖的更多，而是高容量企业级 HDD 正在同时实现量增加价升，而这背后正是供给端高度集中所带来的定价能力。
再来看看经营结构，从最新披露的数据来看 ，WDC 的前10大客户已经贡献了接近68%的收入，其中前3大客户合计超过了30%。这清楚地说明一件事 ，WDC 的收入正在越来越多地绑定在大型云厂商和超大规模的数据中心身上。这带来的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订单可见性更高，需求更稳定，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公司对于大客户采购节奏的敏感度正在提升。换句话说，就是大客户一旦采购减缓，那么对于 WDC 来说，这个影响是负面的。如果说前2点是结构，那毛利率和现金流就是这轮周期是否真实兑现的证据。从最新的财报来看 ，WDC 的非 GAAP 的毛利率在2026财年第1季度已经接近 44%， 明显高于过去几个周期的低点。STX 的非 GAAP 毛利率也稳定在 40%， 并且创下了一个近年的新高。更关键的是他们的现金流，两家公司都在周期上行的阶段，同时他们做到了3件事：经营现金流转正并加增强，自由现金流持续释放，主动减债回购分红。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并不是为了账面好看，而是真正把我们刚才所说的定价权转化为了自己的现金流。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技术路径，希捷科技的路线非常明确， HAMR 热辅助磁记录正在从资格认证走向一个规模化的商业出货，目前已经有了多家全球顶级云客户完成了认证。40TB 以上的 HAMR 驱动器预计在2026年进入更大规模的量产。相比之下 ，WDC 的策略更偏稳健，它并没有激进的压住单一的技术节点，而是通过选择 NAND、ePMR 等高密度的方案，持续平滑的推进自己容量的升级。你可以这样的理解说，希捷科技更像是主动拉开这个容量代差，但是西部数据是更加强调节奏控制和它的盈利稳定性。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在 AI 存储周期里，西部数据更像是现金流与客户绑定度极高的稳态寡头。而希捷科技则是技术推进更激进、容量弹性更大的进攻型玩家，但有一个前提是确定的，在这样一个供给高度集中、ASP 上行、需求确定性极强的行业里，无论是哪一家，都远不是讲故事的公司，他们吃到的是真正数据时代的基础设施红利。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估值的角度，在同一个赛道里 ，WDC 和 STX 谁更适合现在这个阶段？我用一个框架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估值锚和成长弹性，你选择谁？同样是从4个角度来讲解。我们先来看看估值，这是所有判断的起点。西部数据当前的 EV， 也就是 ABT 的调整后的息税利率大约是 20.05， 那么动态的 PE 大约是 23.23。但如果你回头去看这个历史周期的话，西部数据在上一轮供需紧张的阶段，它的 EV 曾经被拉到50倍以上，极端的时候甚至超过了100倍。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已经把 WDC 从情绪的高点重新拉回了一个更偏理性的估值区间，它现在更像是一个现金流定价的资产，而不是故事定价的资产。再来看看希捷科技，希捷科技当前的动态 PE 大约是 35.56。它的 EV/ABT 的大约是在 25.85， 而它的历史数据是过去10年平均的 PE 大约是 17.41， 2024年短期高点它的 PE 一度超过了60倍。也就是说，希捷科技现在的估值明显是高于自己的历史中枢，那么市场正在为未来盈利弹性提前付费。估值能不能最终站得住，最终还是要看利润率。当前的数据非常的关键 ，WDC 的毛利率大约是 43.9%， 而希捷科技的毛利率大约是 40.1%， 而5年的平均毛利率大约只有 26% 左右。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不是一个财务上的小技巧，而是高容量 Nanny HDD ASP 上行，也就是它的平均销售价格更贵了，它已经实实在在的转化为利润率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市场开始重新给 HDD 行业估值。我们再来看看分析师的一致预期，然后西部数据分析师是对未来 EPS 的增长预期非常激进，它的增长预期超过了 300%， 大约是 316%， 这本质上反映的是周期底部到利润正常的一个修复行情。希捷科技未来12个月分析师的平均目标价是306美元，主流评级大约集中在买入或者是高度买入的状态，过去几个季度 EPS 也是多次超过了它的预期，这说明市场不仅在压周期，而且是在压HAMR 技术带来一个额外增长斜率。
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把这个风险说清楚。如果你把时间拉回到过去的15年，那么西部数据历史上最大的回撤是接近了97%。2015年、2018年、2022年都出现过一个负40%到负50%的一个年度级的下跌。希捷科技历史的最大回撤大约是负88%。2015年和2022年同样出现过负50%级别的回撤，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存储股从来不是拿着不动的资产，而是一个典型的强周期、高波动的品种。你买的不是公司，而是周期的位置。那么现在是周期上行的阶段，它的价格自然会好看。但是如果是处于周期下行的阶段，它历史上的回撤也不是不可能达到。那么这个风险预警、风险提示要做到位。现在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清晰的结论了，如果你要的是一个估值安全边际加现金流修复的话， WDC 的 EV 已经回落，毛利率处于一个周期高位，是在周期上行中提供估值锚和安全垫的选择。如果你要的是技术兑现和 EPS 的斜率，那么希捷科技的 HAMR 技术正在进入一个量产阶段，盈利预期已经被提前计入估值，是一个提供更高波动、更高潜在回报的进攻型标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看个人的投资风格选择了，看你坚信谁是最终的赢家。我本人的话，我是更加偏好于西部数据的，因为它比较符合我的投资判断。当然也不是说希捷科技不好，只是有时候它的波动可能比较大，有可能会超过我的心理预期。那么最后我们就来讲讲市场最有关心的美光财报带来的利好。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美光的这份季度财报，我选择说这是一份已经进入印钞阶段的指数级上升财报。我们一条条来看，先看最核心的数字。在最新一个季度的美光交入的是146亿美元的收入，那么环比是增长了21%，同比增长了57%。这么大一页，看来他们对这个数字也是相当的自信。当然，这个数字本身来说也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再来看看非 GAAP 的表现，那么非 GAAP 的毛利率是56.8%，非 GAAP 的 EPS 是4.78美元。那么关于这三项，在电话会上用到原话是收入、毛利率和 EPS 全部都超过了这个指引上限。至于这个用词，他们用的是 hit end 高端，也就是说这不是低端指引下的擦边掰的，而是在已经偏乐观的指引上再一次的上修。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增长质量，它的增长质量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是 DRAM 以及 NAND。那么 DRAM 的收入是 10.8 比例，也就是108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 69%， 环比增长 20%。 它的收入呢，总共是占了美光收入的 79%。掰的出货量那么只是一个小幅的增长， ASP 环比直接上涨了 20%，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这轮的利润扩张不是靠它拼命的多卖，而是靠这个价格在堆，这是供给端受限而不是需求冲突的典型特征。我们再来看看它的另一方 NAND， 那么收入是 2.7 比例，也就是27亿美元，同比是增长了 22%， 环比同样也是增长了 22%， 占它总收入的 20%。 那么掰的出手量是一个中高个位数的增长，那么 ASP 是10%几中位段的一个增长，都没有给具体的数字，但是总体来说也是一个偏乐观的。那么现在你会发现一个细节， DRAM 和 NAND 的同步提升，这对于 MU 来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强周期的信号。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财报会议，因为这里给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 HBM。 那么管理层在这次财报里给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消息，也就是说它2026年全年的 HBM 的产能已经全部签完合同，包括 HBM4以及 HBM4E， 那么价格数量全部锁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光未来2到3年的高端收入已经被合同提前锁死了。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就是供需关系。如果你听电话会，你会发现他们管理层的语气非常罕见，他们明确的说，我们这个行业的供给紧张状态将会持续到2026年以后。即使是在这一个 DRAM 以及这个 NAND 在上修了 20% 的情况下，我们依旧无法满足这个产能。他们的原话是，我们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是依然无法满足全部的需求。那么这对于周期股来说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利好信号。那么财报会议上的重点就是刚才的2点，一个是它的合同被提前锁死，第二个就是它的供给状态十分罕见。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它的财报，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自由现金流能不能支撑他们的未来发展，以及他们的未来预期是什么样的。美光的现金流其实是大多数人非常忽略的地方，那么它调整后的这个自由现金流是39亿美元，
账上的流动资金是155亿美元，同时还在回购股票以及持续性的派息，在单季资本支出高达45亿的情况下，还能做到这种自由现金流，说明它的利润质量非常的高。最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的指引，它的这个指引的话，它下一季度非 GAAP 的指引是187亿美元到4亿美元，那毛利是68%，然后加减正负1。EPS 是8.42美元加减0.2美元。那么注意这个数字，它的毛利率68%加减正负1，其实是达到了接近70%的状态，这在整个存储行业历史上都是一个极其罕见的状态。所以这不是一份 AI 讲故事的财报，而是一份在供给受限、价格上行、HBM 锁量、毛利结构质变4重共振下的一个周期跃迁型的财报。美光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需不需要 AI， 而是它还能不能在不破坏价格体系的前提下，尽量的把它的货都卖出去。因为它现在其实是一个三国争霸的格局，美光包括三星、海力士，然后三者同样都在走 HBM 高带宽内存，那么这个时候价格就非常的关键。那么以上就是美光这季度的财报以及财报会议的重点。总的来看，美光的这份财报它其实是一个重磅的利好。那现在话语权交给你，如果 AI 数据在未来5年继续爆炸，你会选供给受限、定价权在手的 WDC 和 STX， 还是技术领先但周期更猛的 HBM 玩家 MU 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站在哪一边的。最后，希望这期视频能帮助你更多的了解到西部数据、希捷科技以及美光科技。记得点赞、留言、订阅哦！我是 Ruby， 咱们一起会，下期再见，拜。